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13号，星期二。观众朋友们，哎呀，我今天要讲的事儿可是很重要的，这是关于你们每个人的财产安全问题的。你说这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对不对？先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呀，你们真的要赶紧想办法转移自己的财产了。为啥呢？你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现在的事态已经很严重了。对了，面具人这里还有一些特殊的转移资产的渠道。那这一方面呢，涉及一些灰色地带，咱们等会儿再说。面具人想问一下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陆的朋友们，你们应该都是用过支付宝的吧？那我这不是废话吗？其实港台朋友们也有很多人用过支付宝。那支付宝里面有个叫做花呗借呗的，相信很多人也都玩过，是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当中，应该是有一部分人在花呗上、借呗上撸了不少钱，借了里面很多钱。最近前天大家还记得吗？阿里巴巴才被罚款了182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儿到此为止就结束了，不会再搞马云了，对吧？事情还没完呢。我节目中多次提到过，共产党的作风是要么不动手，要动手就要保证能干死你，往死的整。你看这个马云的阿里金服又被搞了。那今天咱们来说两件事标题你们也看了，蚂蚁金服、花呗借呗，还有数字货币，以及这个结婚收彩礼的事儿哎呀，你看这些事儿都是钱闹的。咱们今天就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讲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的社会心理学部分面具人想讲一讲。因为共产党最近确实牛逼呀，动不动就是这个人违法了，那个企业犯罪了，要么呢就是触犯了哪个条例了，罚你甚至抓你，对吧？好，共产党敢这么玩，究竟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他这么玩究竟对他的政权有没有好处呢？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心理学原理呢？嘿嘿。好，面具人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就讲讲如何依法治罪。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们就知道共产党他运用社会心理学如何统治老百姓的套路了，以及中国人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战狼、五毛、小粉红。还有呢，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们应该就能想明白现在转移资产、保命保财的重要性，以及你的老婆呀、孩子呀、家庭的未来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好，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小伙伴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了。2021年4月12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各位朋友，出大事了！你的花呗或者你的借呗，大概率的过段时间会从你的支付宝界面上消失。事情是这样的，阿里前脚被罚了182个亿，因为垄断；蚂蚁集团后脚也被约谈了，原因是一样的，缺牌照加垄断。我通读了一下他们那个公告，我就一个感觉，蚂蚁这回被约谈了，太狠了。今天就4月12号，人民银行、银保监、还有证监会、还有外管局主要的中国4个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要求对蚂蚁集团的金融业务再次深度整改主要业务就是支付业务，对吧？个人征信业务，还有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还有一个就是金融产品的杠杆，最后一个就是余额宝。第一个，断开支付业务对蚂蚁平台小额信贷的引流，这太狠了。我说的拗口一点支付业务的监管部门不让支付业务为支付宝平台上毛利最高的业务做导流。为什么说这个业务就是小贷的毛利最高因为用了联合贷，也用了负债端两段杠杆，那能不高吗？以后你打开支付宝，
我估计你再也看不见花呗或者借呗这2个关键词或者2个窗口了，这个对普通人还是多少会有点麻烦的啊。第二个，个人征信这个事儿，目前呢，蚂蚁是没有对个人征信这个牌照，这个牌照目前只发了2个，反正跟蚂蚁没关系，所以蚂蚁金服上的一个信用叫芝麻信用，得赶紧去拿个人征信的牌照。第3个呢，就是把蚂蚁上所有的金融业务要求全部打包放那个金融控股公司去，这个金融控股公司肯定是央行直管了。换句话说，股权上金融控股公司还是归蚂蚁集团的，但是业务上，因为你做的是特殊业务，和合规上监管是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蚂蚁将很可能失去对这家金融控股公司的很大的控制权。名义上我是你的上司，但是很多业务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啊。第4个，很多金融产品不让蚂蚁卖了啊，这个当然早就知道了，今天这回约谈呢再次确认了啊。小贷肯定是受到严格监管了，对吧？然后是各种各样的银行和信托的理财产品，信托不让卖了，这个挺可惜的啊，那个利还是挺肥的啊，不能代销了。原来呢，有很多人在支付宝上买银行理财，现在也不让包括支付宝在内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卖了，这钱挣不着，真的是让蚂蚁金服的这个互联网真的少了一块很大收入。当然了，还有很多的银行、互联网银行的那个存款也不让卖了，代销不行，引流不行。很多地方小银行啊，抱着蚂蚁一起哭啊！他说原来想仗着就是说小银行平时没人知道，但是通过蚂蚁金服就能卖收益率比较高的银行存款，这回也不让卖了。你说那帮地方的小型金融银行也很难活了，就是日子反正不好过了。看到了吧？那这就等于一下子把蚂蚁集团给干死了嘛，并且呢，国家玩的这一手啊还很溜，怎么溜了？虽然我明面上不说你蚂蚁金服收归国有，但是呢，我要监管你，你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完全要听我的。那至于背后的这个盈利呀、资金呀，那大家都懂的嘛。什么叫做资金统一监管？要放到指定账户里面，听懂没？并且呢，有花呗、借呗的朋友们，你们以后呀，可能也用不上花呗、借呗了哦。那我说到这儿了，可能有很多欠花呗、欠借呗的朋友们心里面会想：哎呀，那把蚂蚁金服收上去以后，我这个钱是不是就不用还了啊？面具人，我想说，至于里面有欠款的还没还的，那你们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为啥呀？等一下给你们说。那针对这个事儿呀，蚂蚁集团第一时间就出了公告，自罚3杯，承认错误。他是这么讲的：蚂蚁集团深刻地认识到，国家依法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将金融活动全部纳入了金融监管，是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举措。不仅利于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蚂蚁集团将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落实整改的有关工作，确保全面规范金融业务的经营和发展，同时全力保障业务的连续性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升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和消费者的服务水平。蚂蚁集团也将以此次整改为革新契机，更加坚定立足小微服务实体的经济定位，坚持科技驱动、守正创新、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增强合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服务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贡献力量。你看看中国的这些企业家奴性大不大？如果说外国的资本家被政府给干了、收割了，那这些资本家大概率是要造反的。可是呢，中国的资本家被干了以后，立刻就跪地求饶呀，还说来干我，干得好，爽！资本家被干，其实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是密不可分的。老百姓可能看到什么马云呀、马化腾呀、阿里呀、贝壳呀，
这些公司被国家搞了以后，会一个个的拍手叫好呀。可是你们知道吗？中国的就业、服务、商业都是这些资本家提供的呀。如果说老板都没有了，那哪还能有员工嘛？对不对？资本家可能会存在剥削的情况，不过呢，这也掩盖不了工人靠老板吃饭的事实呀。如果说这些老板都被干死了，国家来管一切，那你说国家还规定了老百姓要为国捐躯，老百姓要为党无私奉献呢？你们能听懂这是什么意思不？啊，为国捐躯，无私奉献，毫无保留的牺牲，这都是党教给你们的孩子从小要学会，甚至是要服从的，对不对？听懂没？那至少这些企业家还没让你为企业捐躯，为企业牺牲，为企业无私奉献吧？啊，你为企业奉献一份劳动力，你还知道啊，这个企业家老板不能压榨我，不能克扣我。可是你为党奉献呢，你是应该的呀。哎，企业家当然不敢把老百姓要他给无私奉献呀，对不对？可是共产党可以，为啥？因为企业家没有公权力，没有枪，共产党有公权力，共产党管法律，共产党就是王法，共产党还有枪，懂了没？啊，企业家不能干的事儿，可为什么共产党要老百姓为党效力，并且呢是无私奉献，不能要求回报的呢？啊，要无私的呢。等到共产党以后消灭了所有的企业家，你们想不无私奉献都不行。你们不奉献，你们就活不下去。为啥？因为党制定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的法律，包括执行。刚才面具人说到了，如果蚂蚁金服归国家管了以后，这花呗、借呗有欠款的人该怎么办？好，面具人现在就告诉你们，党管一切究竟有多么的恐怖哦。如果说蚂蚁金服仅仅是民间的公司的话，当你欠了花呗、支付宝、借呗的钱，你们之间仅仅只能算民事纠纷，最多呢也就是欠债还钱并不存在什么其他的过多的东西。蚂蚁公司把你也怎样不了，不能说是动用公权力，也不能让你坐牢。你不还钱，也就只是欠钱还钱，最多打官司的事儿。蚂蚁金服做不到，直接找2个国保，找2个警察到你家抓你，懂了没？那既然蚂蚁公司没有这么大的公权力，那蚂蚁公司就无法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为啥蚂蚁公司做不到呢？虽然他很想，谁不想快快的暴力的把自己的钱收回来呢？但是他做不到，为啥？因为他没有公权力。那既然蚂蚁公司没有这么大的公权力，那蚂蚁公司就无法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法律，强迫你怎样怎样。比如说你欠钱了，你每天必须学习思想，给自己增加免息期；你每天必须强制劳动，给自己增加债务宽限期。蚂蚁没有这个权利，它只是一个私人公司，对不对？但是党可以，懂了没？如果共产党同时控制立法、执行和监狱、金融市场监管警察、律师法官，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习近平说的算嘛？党管一切嘛？那你欠钱了以后，可就不是民事纠纷了，这就是刑事纠纷了。你欠的是党的钱，你胆子好大呀，大胆放肆！共产党甚至可以说你是刑事纠纷，可以随时关你坐牢，可以要求你学习思想，增加自己的还款期限，等等等等。因为你在中国，你是100%被共产党支配的，你的身体、你的财富、你的学业、你的思想、你的言行，都必须要严格的服从党。简单的来说吧，私人对私人，谁也不能强迫谁，可是私人对党，
你觉得是谁有能力强迫谁？共产党可以强迫你们看什么东西，共产党也可以强迫你们不看什么东西。共产党可以决定什么话你们能说，共产党也可以决定什么话你不能说。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完全不是由老百姓来制定的社会规则，是党定的，懂了没？这个违法不违法，是按照党的标准来的，并不是你们这些屁民的标准来的。你不要给我洗地，说什么你有人身自由，你有人身自由，你有人身自由，你怎么连什么话，连你的嘴都不能由你来控制啊？你的眼睛也不属于你，你的耳朵也不属于你，对不对？来，五毛给我洗一下地。来，五毛肯定会说了，哦，我为什么要反抗党呀？那面具人我就想要说，党为什么要强迫你呀？哈哈。党为什么可以只让你的孩子上4年小学呀？党为什么可以强拆你家的房子呀？党为什么可以给你不办护照呀？党为什么可以不让你出国呀？党为什么只给你的房子70年产权呀？党为什么要让你为党无私奉献，为党捐躯呀？为啥习近平不给你无私奉献呢？为啥习近平不给你捐躯呢？要你给他捐躯呢？为啥习近平的女儿杨洁篪的女儿可以拿着从你们这些屁民身上收来的钱去美国住大房子，而你们这些屁民的孩子们现在连英语都不让学呀？能解释得通吗？而且呀，你们还必须心甘情愿的给党奉献韭菜，不奉献就是偷税漏税，不奉献就是违法。奉献出来的钱只有他们能拿出来出国，把自己的小三情人二奶送出国，一带一路在海外给非洲的黑朋友大撒币，而你们要吃毒奶粉喝地沟油，小孩子只能上4年小学，而且呢上初中还有70%的淘汰率，连英语也不能学，出来了就是种地进工厂，甚至呢你连省都不能出。来洗地吗？洗呀，洗呀！人的命运，人的生活是自己决定的，懂了没？不要听那些什么五毛的，也不要听什么民主大师的，自己心里面有杆秤，细细的称一称，好不好？好了，回归正题啊。至于习近平为啥要彻底的管制蚂蚁金服呢？面具人给你们说，这中间有大秘密呢。刚才那个蚂蚁金服的致歉书里面的最后一句话讲到了，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服务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呀。双循环是什么意思？还记得之前的数字货币的特色不？数字人民币强调的就是双循环呀。面具人也多次提到了货币双轨制，这就是双循环呀。数字货币有数字货币的玩法，人民币有人民币的玩法。当然了，你们这些屁民以后手里面是拿不到什么真的人民币了啊！你们以后就是数字钱包嘛，键盘撸一撸，数字货币你用着很开心的。这个是个好东西。中国的电子支付普及率最高的是谁？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支付，对不对？他们已经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涉及支付的市场，是吧？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国家之前虽然也想推自己的什么云闪付呀，或者是银行的支付软件，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使用的习惯不适应更新的这种软件，而且呢，这个云闪付国家推出的东西那个优化很差，你拿黄粮做的东西钱都被贪污了，这个软件确实做得很垃圾。但是支付宝呀、腾讯呀，他们存在一定的竞争，所以呢，他们就是争相的要把这个软件服务体验优化好。UI 呀，各方面的，对不对？美术设计呀，那个云闪付简直是垃圾，我跟你说。而且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导致这个云闪付推广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懂了吧？他用惯了支付宝，用惯了微信，包括很多游戏呀、QQ 呀，还有这个会员呀，各个餐饮店的这个会员体验卡都绑定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面。你让他换的话，他也舍不得，他也嫌麻烦不方便嘛，对不对？而且你国家直接把他们的客户抢过来，你需要投资多大的成本呀，对不对？那这个国家的云闪付就很难推广起来。那我们黄老爷一看，这可不行呀，朕要迅速的推广数字人民币呀，这可如何是好呀？对了，干脆直接让支付宝和微信上交给我党，把他们共产了，直接拿来用现成的，多好的！这样呢，老百姓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事实确实如此，这个思路不错，很好，就是略带了一些土匪的色彩，把数字人民币换皮成支付宝的电子支付，混淆视听搅屎棍儿，这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老百姓的抵抗性的。其实面具人，我想说啊，现在主流的把数字人民币和支付宝划等号的那些新闻满天都在飞，这完全就是搅屎棍儿。首先呢，支付宝里面的钱它就是人民币的代币，你可以说它就是人民币，它可以取现，可以变成现钞，懂了没？可是呢，这个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它就是同一个等级的另一种人民币，并且呢，国际也不认。人民币可以充成支付宝，支付宝也可以提现成人民币。可是呢，这个人民币变成了数字人民币以后，就不能再变回人民币了。你这个钱是单向的，懂了没？并且呢，数字货币的消费定向，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这并不是像淘宝呀、支付宝、腾讯这种私人公司有能力控制的。腾讯、支付宝、淘宝它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规定你在支付宝里面的钱不能提现，你在支付宝里面的钱必须买什么不能买什么，对不对？私人公司它没有这么大的手眼遮天的能力，但是党有，党可以决定你用什么钱，你不能用什么钱，你的钱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你买什么就是违法的，你买什么就是合法的，并且呢，数字人民币不能换美金，不能在国际流通，因为别的国家它没有这种数字货币的持有量，它也不认你这种键盘撸出来的东西，这个玩意儿和真金白银的人民币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你说这个数字人民币硬是要说它能换什么外汇的话，面具人我觉得吧，有可能它可以在朝鲜、古巴、委内瑞拉、泰国、缅甸这些比中共穷得多的一带一路国家里面流通，对不对？因为中共和他们有合作，中共给他们撒币他们在帮中共推广社会主义，推广这个中国模式，狼狈为奸嘛。也就是说，你的钱先是会被变成数字人民币，然后你的资产就一直缩水呀。什么能买，什么不能买，都是党说的算。你的资产为什么会缩水？因为你们仔细看这个数字人民币它印钱发钱，那真的是太方便了，连纸呀、设计呀、印刷呀都不用了，直接就是键盘一敲就出来了。你们看好了包括什么深圳呀、上海呀、重庆呀，它虽说是搞数字人民币的测试，它今儿发个3000万，明儿发个8000万，后发个5000万今儿10几万人，一人领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他天天这样搞，你觉得你的资产能不缩水吗？对不对？而且呀，什么能买，什么不能买，都是党说的算，你所有的购买行为都在党的掌控和监视中。以后呢，你欠钱了
党也不怕你不还钱，直接就控制了你所有的数字货币的流向，对不对？什么？你说你不还钱，不还钱不可能，因为你的老板的老板，包括你自己，你们所有的人的钱都是被这个央行的大数据库统一掌控和调动的。党觉得他这个大数据测出来了你欠钱，那它会有一套自动的计算系统算出来，你每天赚了多少钱，然后这个钱给你留下来多少，够你吃饭，让你死不了。然后呢，多余的钱自动就划扣了，直接抵扣你的什么房贷呀、车贷呀，完全不会给你自己留下任何的自主选择和周转的空间，懂了没？你别说，你想钱晚还一点，少还一点，下个月再还，留点钱给自己买个好衣服，给自己买块表，换个手机，以后你都不用想，你赚到的钱党清清楚楚的知道，然后呢自动划扣不划扣还不行，因为以后你的银行卡就是数字钱包呀，你还不像支付宝，他想让你还钱，他想扣你钱，你只要不绑定卡，他还扣不了你的钱，你只要用现金，他还扣不了你的钱。但是呢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可不行包括你以后违法了犯罪了，那这个罚款面具人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呢共产党掌握立法，他说你什么更小的细节也是违法，那你照样要罚钱呀。以后呢都不用去什么办事处了直接这个大数据一监控，你违法了，砰，钱都扣了多好的！包括什么交税呀、房贷呀、车贷呀自动的，全部都是自动的，多好的方便呀！不是中国的老百姓都嫌麻烦吗？要方便吗？方便，来，以后有的你们方便的好不好？什么？你说数字人民币不能换外汇怎么不能换呀？泰铢要不要？朝鲜元要不要？古巴比索不让你换吗？谁说数字人民币不能换外汇了？所以说数字人民币它一旦推出了以后，这简直就是神一般的东西呀，每个人都逃不掉刚才面具人说了，数字人民币就根本不怕大家不还钱，对吧？那这次弄蚂蚁金服，它也就是这个目的。念个新闻给大家听一听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局的局长李斌说道，中共维稳的局子真多还有个审慎管理局。这个局长在4月12号举行的2021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测试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4个地区以及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启动。到了2020年10月份，又新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这6个新的试点测试地区。这个西安、青岛、大连之前可都是一直藏着掖着的呀。去年10月份都开始了，你他妈的共产党现在才宣布已经开始把西安、青岛、大连作为数字人民币的测试试点了。看，这就印证了面具人说的中共的作风，他总是这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落实数字人民币，结果呢他背地里10万火急的在推广。目前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在有序扩大，应用场景逐步丰富，应用模式也是持续创新，系统的运行总体稳定，初步验证了数字人民币在理论政策、技术和业务上的可行性以及可靠性。数字人民币试点的测试坚持稳妥、安全、可控的原则，以受邀的白名单用户的小额交易为主。目前参与人数、参与笔数、净兑换的金额总体上还比较小。听懂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净兑换的金额。那如果说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是一回事的话，它就不存在兑换。听懂了没？来继续看
试点过程中各方面对数字人民币都有着比较高的兴趣，试点地区的用户的积极性也比较高。试点的场景现在覆盖了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下一阶段将强化数字人民币的通用性和普惠性。普惠性听懂了没？不知道普惠是啥意思哦？我来给你们解释啊。平安普惠听过没有？普惠借贷听过没有？普惠金融听过没有？有信普惠听过没有？这就叫普惠。中共它就是要用钱就能操控一个人的行为，听懂了没？如果说用钱还不能够操控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说想要更加的操控这个人的行为，就要让他负债，让他有负罪感、危机感。这样呢，一个人有了负债了以后，有了负罪感了以后，有了危机感了以后，他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状态，他就会更加的听话，这个人就更好能把他操纵起来。比如说一个人欠了房贷，他要养老婆，要养孩子，他的生活压力很大呀。他死了死不足惜，但是呢，他死可不只是死他一个呀，他儿子怎么办？他老婆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死不起呀，对不对？一死死一群呀。所以说呢，这样才能把他逼的，哎呀，在生死线上挣扎，他全家老小都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为了能够存活，为了能够养家糊口，他就要努力的去奉献劳动力呀，去赚钱呀，赚更多的数字货币呀，对不对？是不是让人负债了以后就能让他更加的听话，更加的努力干活？当然了，这个负债的权利不能给私人企业，要给党呀。为啥？因为私人企业没啥力度，他又不能抓人坐牢，他又不能控制人的征信，他最多也就是上报一下征信啊，他不能控制。那谁能控制呀？党可以呀，对不对？你们看看这些留言的截图啊，哎呀，都是一片拍手叫好，数字货币好，国家厉害了，我们爱国，好好好好好。这些留言当中呢，虽说有很多是机器人的留言，但是呢，这其中也不乏真人。看到这儿啊，面具人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猪的差距还要大。人和猪在面对屠刀的时候，人是更加可怜的。为啥？因为猪在面对屠刀的时候，猪是没有心理恐惧的，最多也就是一刀下去的那一瞬间它疼一下。而人在面对屠刀的时候，他会产生强大的心理恐惧，那这种长期的心理恐惧是远大于挨那一刀的。反正呢，最终大家都要挨一刀，不管是人还是猪，都得挨一刀，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呢，人会受很多的精神痛苦和折磨，所以总体算下来，人受到的折磨和痛苦是远大于猪的。所以呢，中国人为了适应环境，他就进化出了无脑化、低智能，对任何事情都麻木冷血。这是为啥呢？因为任何生物都会本能的想办法降低自己的痛苦，每个人消除痛苦的方式不同。聪明人呢，会选择逃跑出国，远离痛苦的源头，而一些无能的人呢，则会采取成本最低的方式，比如爱国呀、自我洗脑呀、醉生梦死呀，将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以此来说服自己生存下去。如果说一个人呀，他清醒地活在一个无能为力而且无法逃离的绝望境地，并且呢，他也说服不了自己去麻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提前终结，这是违反了他的生物本能的。所以呢，你们看这么多的中国人呀，粉红呀、阿 Q 精神呀、自我洗脑呀、意淫呀、战狼呀，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生存需求，降低痛苦的需求。观众朋友们，那你们是人还是猪呢？大家目前来看啊，现在国内的银行开卡都很麻烦，
并且呢取大额现金，有的地方3万都要提前预约，有些商家呢甚至不收现金，用电子支付有优惠券嘛，用电子支付有这个税务的优惠嘛，对不对？用电子支付它就是为了让你习惯无人民币的交易场景。虽然说面具人原来好几年前在国内的时候也不太用现金了，但是呢现金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然性的啊，因为这个支付宝和现金它差不多是一回事儿，数字人民币跟人民币现金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彻彻底底的两回事了，懂了没？那你看啊，国家现在用数字人民币替换支付宝，把支付宝里面的钱变成数字人民币，看起来好像老百姓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不会有什么大的察觉的啊。这一系列的举动啊，一切都是为了减少现金的流动。慢慢的，等大家都习惯了以后，你们也会不知不觉的，这支付宝用这数字人民币没啥区别嘛，都是嘚儿一扫，嘟，钱就扣了嘛，对不对？扫码嘛，真香。可是你们不知道，真正的真金白银的，在国际流通的，别的国家有存量的，真正的纸币人民币，都在那些红色贵族的手里面啊，给他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红崽子出国泡洋妞、住豪宅啊，吃牛排，然后呢，你们呢吃地沟油、吃毒奶粉、吸毒空气，然后英语也不能学啊，出省都不让。这就是你们每个人下贱的下场，想要舔共，想要靠共产党沾点好处的下场。清醒的认识一下现在的局面吧，听懂了没？那咱们再来看这张图啊，我们看现在共产党急急忙忙的又新增了10几个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城市。那咱们再来看这张图刚才还说数字货币正在大力的推广，又新增了6大城市、10几大城市。然后呢，这张图又说，数字货币啥时候推出还不知道呢，不确定可能还早着呢。你一边大力推广，这边呢又说还早着呢，搞不定，不知道啥时候能推出。然后呢，你们再看这张图又说要大力强化数字货币的通用性和普惠性。面具人我就觉得吧，你说这普通老百姓不是被共产党耍着玩呢吗？面具人我现在做节目我也进化了，我发现讲节目都以后不能用2维的方式去讲了我坐到那儿的话，我只能左右移动。你看我现在我现在站起来了，我现在是3维化的360度的能移动，知道不以后咱们思考共产党的问题必须要立体的去思考，你只看1个点2个点，你是看不透共产党的。共产党它的文宣，它有时候就是2面下注多面宣传，懂了没？这共产党究竟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反正面具人我是没有那个心思研究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所以呢，我早就跑路了，转移资产了，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当然了，低代价的转移资产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把自己的钱挪到国外出国这些方法都有。只是呢，我在节目里面不能打广告，我要合乎人家的规则。你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看我内容简介区有我的 LINE 号以及我的邮箱，包括我的留言区里面也有。咱们私下再聊这些事儿，而且呢，有些东西呢确实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我也不能公开讲。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你们的话，那就是因为给我发消息发邮件的人太多了。你们可以多发几遍我总能看到的，因为确实是每天给我发消息的人比较多，我有时候应接不暇。好，来讲今天的第2个新闻那就是今年开始收彩礼违法了。大家先来看这2个视频女方收彩礼开始违法了。民法典规定，禁止以结婚为借口索取财物。
男同胞们是不是要拍手叫好了？等等，先别高兴太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彩礼的情况。这是一张2020年中国彩礼的统计，全国各省彩礼的平均数为10万以上，最高的浙江和福建地区高达20万元以上，其中还不包括婚礼方面的支出和房子。结一次婚几乎已经成为最奢侈的消费，彩礼已经成为隐形的第三者。新闻上因为彩礼而分道扬镳的情侣更是不计其数。那么有关调查表明，近一半的男性认为彩礼是一种应该摒弃的陋习，是男方家庭单独背负的压力。那么超过60%以上的女性则认为彩礼是男方诚意的体现。那么大家都认为最合理的礼金应该是多少呢？绝大多数男性认为应该控制在5万元以下，而女性则认为至少10万元。注意了啊，国家这次在民法典里强调彩礼，并不是说要阻止收彩礼这件事情，他反对的是天价彩礼。那么法律明令禁止的是什么呢？有3种：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男方给付导致生活困难的。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自愿和适度的原则，法律是不禁止的。那彩礼的高低并不是取决于幸福指数的标准，几万块钱的彩礼是可以理解为习俗，但是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彩礼，完全就要看男方的实力而量力而行了。那么你当年的彩礼是多少呢？你觉得送多少彩礼比较合适呢？评论区告诉我。彩礼过高可能违法。民法典第1042条第1款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因此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应当在男方可接受的范围内，根据他能力嘛。女方父母不得以彩礼名义买卖、包办婚姻，干涉婚姻自由。这个举个例子，这个王某女和张某男两人经过短暂的相处，不到半年就要结婚。举行婚礼前，老王家对老张家说，我们家的女儿养这么大也不容易，作为男方总得要有点诚意，彩礼就给30万吧。可张家一听彩礼太高，在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30万算是高的，发达地区50万也不算高啊。虽然彩礼过高，但马上又想娶媳妇，所以男方家便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取出不够，又向他人借了10万，凑了30万给了王家，终于促成了两家的婚事。谁知婚后没2月，女方闹别扭，直接提出了离婚，男方不同意，女方就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但张家不服，要求女方返还彩礼30万。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将来的法院应当认为双方共同生活不到2个月，且是女方强行要求离婚，女方索取的彩礼又数额较大，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男家的日常生活，已经背负债务了嘛，就属于判断这个影响家庭生活的正常生活的一个条件之一。法院将来可能会判决返还30万彩礼尽管已经领过结婚证这以后的判决这方面可能与以前不同。由此可见，民法典规定的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就是巨额彩礼作为结婚的条件，属于借婚姻强行敛财，其行为违法，应当返还。好，多学法律，少吃亏。祖宗3代的钱你去倒贴了一个女人，为了娶她，你给那个女人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然后你给她当奴隶，娶了一个老婆，花了3代人的积蓄，还付了一个首付，你那点工资连月工都不够，你给那个女人端洗脚水，给她洗衣服，然后跪舔着脸，她说你没有时间陪她，不懂浪漫，她还是要跟你闹离婚。请问降低离婚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出台一个规定，凡是离婚的，按照结婚的流程倒着顺序走一遍，双方家长共同商讨，挑选一个离婚吉日，离婚前1天，各家门窗贴上一个离字，通知亲朋好友返还份子钱，大摆离婚宴，婚车队、录像车到丈母娘家楼下放鞭炮，再把媳妇儿抱上去还给人家，善始善终。看完了吧？彩礼这个事情呀，面具人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提倡。我个人认为凡事得有个尺度。你说意思助兴，发个红包，给点彩礼钱，这都是可以的烘托气氛嘛，支持一下家庭的财务嘛，这都是可以的。可是呢，共产党他现在意识到了
中国年轻人的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带来的韭菜不够用的隐患。哎呀，中国这个结婚的彩礼呀高呀！共产党现在把社会的问题归咎于彩礼太高了的问题。那中国彩礼高该怎么办呢？怎么办都是头疼的事儿。这个彩礼它是社会风俗性的问题，也是人们的民间认知的问题。人家女人没彩礼就是不嫁给你，管你立法不立法，你立法了违法了，人家不嫁了嘛，对不对？你要是拿法律说事儿，那我就不嫁了嘛，对不对？反正现在我也不愁，我也不想生孩子，我也不想结婚，一个人多自由的。现在都是00后90后独生子女嘛，对吧？人与人之间相处起来本来就麻烦。可是呢，共产党他现在又玩发动人民斗人民的那一套，女人收彩礼就是犯法，女人收彩礼就是不道德的，又犯法又不讲道德，还要被批斗。共产党把这种玩法摆出来以后，能不能提高结婚率，面具人不清楚，但至少呀，中共现在立法了，收彩礼是违法的，把收彩礼和犯法挂钩到了一起，拿犯法来说事儿，这至少可以稍微的抑制一下过高的彩礼。那这个作用有多大，我们还要走着瞧着，并且呢，能不能促进结婚率的提高，很难说呀。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什么？这个彩礼它可以降低结婚率。为啥？共产党在这个事情上埋暗雷了，就是收彩礼，收就收呗，收了咱们就结婚呗，你想收我要给。毕竟嘛，风俗问题、感情问题确实不能拿钱来衡量。万一人家俩就是想结婚，碍于父母、碍于风俗问题，就是把彩礼给了。对不对？给了就给了嘛，结婚就结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暗雷是什么刚才的那个视频里面都说了我党是可以拉清单的，你们结婚收你收去可是呢，离婚要退彩礼，不退就是违法，抓你坐牢，抓还是抓女的，跟男的没关系。目前来看呢，他那个视频里面说的是给了彩礼以后，结婚2-3个月可以退。这2-3个月就是跟天猫京东的那种一样嘛，无条件退款，是不是？结了婚了以后，这个彩礼钱、婚礼钱都要退可以离婚，是吧？那我找了一个女的，我跟她结婚结上2-3个月，我觉得又不合适了，那把彩礼钱、婚礼钱都退给我我再换货。所以面具人我说呀，这个女人的女权在中国完全都是被扭曲了。女人，你觉得这算女权吗？这完全就是跟买卖呀，跟买衣服卖衣服无条件退款是一样的事儿吗？把女人物化了。你们要记住，女人没有公平的劳动竞争机会，没有更好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女人纯粹的就是生孩子工具，和男人进行性交易的工具。那这个女人的权利就不叫女权，无论是这个男的给她多少钱，这个钱不是她的，不是她自己制造的，她的生死是跟男的挂钩的，唇亡齿寒，男的死，这个女的就得死现在看是2-3个月内可以无条件退款退彩礼，可是呢，你们要想，只要共产党需要，它可以拉长这个退款期限，拉到2年、3年、5年，甚至拉到生孩子之前、生孩子之后。那以后的中国女人说白了就是纯粹的物化了不能离婚，离婚就要把所有收的钱都得吐出来，拉清单呀。中国的女人以后可怜呀。为啥？你看现在中共的政策都是针对刺激女性生育去的，要么呢就是不能收彩礼，要么呢就是收了彩礼离婚要吐出来，要么呢就是你看前段时间还说了，当小三儿不违法，当小三儿生的孩子也是要上户口的。那以后中国的女性说白了，她就是生育工具嘛。以后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会定制向这个女的是否有生育过而倾斜。
你别看共产党之前说什么女权，说什么女人生育了也能找工作，女人生育要有福利。那面具人，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没生育过的女人就不能找工作了？这不生育的女人就不能有福利了？哦，我明白了，共产党的意思就是生孩子建设党国时你不在，千里讨饭碗你最行，对不对？到时候估计又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发动已婚的生过孩子的那种生活不是很美满的，或者是在家里面怨气的怨妇，用这种老怨妇去斗那些还没生孩子的年轻女性。然后呢，中国的工作岗位啥的都是倾向已经有孩子的生育过的老怨妇生育过的女性。为啥？很简单呀，你没给祖国建设贡献生力军，你凭什么要祖国给你饭碗吃？我们来看啊，一般人到了30岁以后，体能就会急速的下降，很难再去干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了。坐办公室当管理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你没生过孩子，你连管理小孩的经验都没有，你还怎么管理成年员工呢？说来都没人信嘛，是不是？你连小孩都没管过，你还想当办公室里面的管理坐办公室？哎，先回去生孩子去。哼，面具人，我再给你们预言一下啊，来，我现在要开启仙人模式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好啊，在不久之后，快则10天半个月，就会出现大量的什么离婚违法呀，讨伐女性的那些，甚至说女人不生孩子是不道德的键盘侠的留言。毕竟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无后为大罪呀，甚至不生孩子都是反革命。为啥？因为你不爱国呀，你不为祖国奉献呀，祖国建设你不在呀，对不对啊？你爱国，你为什么不给国家生孩子啊？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呀，对不对？你要建设祖国呀，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村民，我们的日子才能好呀。哦，你不给祖国生孩子啊，你是反革命，你是害我们呢。祖国没了新鲜的孩子，祖国就不强大了，祖国不强大了，我们都要被你连累。然后呢，这些不生孩子的女性，哎呀，以后的生活真的是活在夹缝中呀，被用人单位挤压，被老怨妇挤压，被已经生过孩子的挤压，被村民挤压，被共产党挤压啊，被男人挤压。哦，结了个婚，收了彩礼以后，每天还要担惊受怕啊，万一离婚了呢？万一离婚，我要么把钱退出来，要么呢我就要去坐牢啊！你说惨不惨啊？要么呢我去当小三儿，反正当小三儿生出来的孩子，哎，也是合法的，不犯法。中国现在当小三儿不犯法，对不对？美其名曰当小三儿只是个人作风的问题，和违法不违法没关系。包括这个生出来的孩子啊，我们要保护人权吗？私生子小三的孩子也是要有人权的吗？这一点面具人我觉得啊，确实每个人的人权是要保证的啊。你看共产党他现在什么都敢说啊，什么都敢玩，为啥他敢这么玩啊？为啥他能玩得下去呢？哎，那这就要进入咱们今天的社会心理学环节来讲了。咱们就来讲讲共产党的一个统治大法宝，就是法律和治罪的问题。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啊！对于不同的社会文明而言，法治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于普世的现代文明国家来说，法治的首要目标是约束权力者，使其可以依法行使权利。可是对于专制社会来说，法治不过是权力者以依法的名义来奴役和打压无权力者的工具。在文明国家，权力者很难依法使一个无罪之人获罪，而在专制国家，权力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依法使无辜的人获罪。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一个人是否有罪，取决于他具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社会普遍共识的规范或者禁忌。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明显违反了社会普遍共识的规范或者禁忌，引起了众怒，为人所不能容忍，那么他就有罪。共产党刚好就是能玩这一套，他无论是操纵民众的情绪，还是自己立法。这个法律是人定的，那么法律本身是否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共识，就成为了法律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呢，如果法律反映出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这个法律就具有正当性。而如果法律只反映出了少数权贵们的意志，而与大多数无权利的民众意愿相冲突，那么这种法律就不具备正当性。所以呢，当一个社会的法律仅仅是由社会的权贵们来制定的，那这种法律它就只反映了权贵们的意愿。那这些无权的民众，他们即使违反了法律，也未必会违反社会的普遍共识。那么这个时候犯法不犯法，已经和对错无关了，只看你们是否违反了权贵们的意识。比如种族和解前的南非，种族隔离法是由白人当局制定颁发的，那这种法律并没有考虑大多数黑人民众的诉求和意愿，因此呢，一个违反了种族隔离法的黑人，他在法律上有罪，而在正确性和公平性上来衡量，他未必有罪，因为平等才是正确与否的基础，而种族隔离这种法律，它就违反了平等的基础，它仅仅是反映出了少数白人权贵的意志。这种不平等必然会带来法律对某个人有效，对某个人无效，仅仅是约束一部分人，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是完全不约束的。咱们再深一步想，当法律仅仅是权贵们奴役和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时候，但是呢，他却丝毫的不能约束权贵们自身的话，那么权贵们就可以依法让无罪之人有罪，并且呢是轻而易举的。很多事情呢也只有权贵们能做，权贵们做的就是不违法的，民众们做的就是违法的。比如说翻墙浏览墙外的信息和网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做就是违法的。可是呢，习近平的女儿别说是上网键盘翻墙了，直接肉身翻墙了呀！违法了吗？对不对？比如说中国人把钱转移到美国，就是非法集资洗黑钱，对吧？可是呢，你看习近平几千亿的撒到别的国家，那就是建设祖国，这就叫双标。还有呢，你们看啊，中国的红色贵族，他可以随意的、随时的修改法律。当有些民众的诉求或者有些活动威胁到权贵们的时候，可是呢，这些民众的活动他又没有违反自然的社会规则，比如游行、聚会、扫墓这种行为它是很自然、很合理的天然存在的动物的本性，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晶，祭奠先祖，这都是很正常的呀。但是呢，这种行为在权贵们看来就是威胁，就要依法禁止。所以呢，权贵们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及时修改法律，量身定做法律条文，来促使民众的诉求或者活动正好处于违法犯罪的境地。比如呢，当朝鲜的权贵们担心民众通过收音机收听韩国的广播可能威胁到权贵们的政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颁发一个新的法律规定，凡是未经权贵们允许的就去收听境外广播的人，就构成叛国罪，要炮决。那中国也是一样的呀，看外网是违法的，你们的眼珠子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都是党规定的，你们的眼睛不属于你们，你们的耳朵不属于你们，怎么用怎么听怎么看由党来使用，懂了没？
他共产党今天就可以立法，他明天呢就可以确定，共产党今天立法了以后，明天你上坟就是违法的，就是这么厉害，不用跟任何人讨论，也不用看它是否具备自然性和社会合理性。党说合理就是合理，党管一切，懂了没？党别说管一切了，连你亲妈，连你孩子，连你的器官都能管。那么这种集权模式啊，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在不必要或者是不适合修改法律来制造新的罪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先抓捕再组织罪证的方式来使威胁到权贵们的民众陷入到犯罪的境地。比如呢，他可以凭借着什么群众举报呀、朝阳大妈举报的方式，将可能威胁到权贵们的民众抓捕，然后呢展开全面审查，在经济、私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找他所有的资料、大数据。一般来说呢，只要抓住到任何有违法犯罪的线索，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予以刑事拘留、治罪什么的。就算没有罪证，就算他没犯法，黑牢里面一顿打，让你电视认罪，让你说你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什么罪。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是有原罪的，都是犯过法的。为啥？因为共产党只用在法律条文中设定很低的犯罪门槛，使绝大多数民众在正常的社会活动中轻而易举的就处于违法犯罪而不自知的边缘。那么权贵们就可以选择性的执法，以惩罚那些可能给权贵们带来威胁的民众。比如说用什么税务呀、彩礼呀、言论呀，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说了什么不能说的话，拉清单嘛。习近平都说了，拉清单，只要这个清单拉出来，就不怕你不犯法，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修改法律扣黑锅，无限的栽赃都无法令对权贵们有威胁的无辜民众们有罪，那么共产党也可以索性的直接抛开依法的面纱，重操旧业，拿起枪来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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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嘛，对不对？坦克车、机关枪、64天安门再来一遍嘛，对不对？而且现在的共产党恐怖呀，有多恐怖？以前呢，共产党还搞不了什么完美的网格化啊，这个通信切断。但是现在可以，比如说共产党他要把哪个片区的人消灭掉，直接把网线一断，悄无声息的拜拜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会说现在是文明社会呀，不能使用暴力呀，要讲文明呀。对，面具人，我拿屠夫给你们举例。对于屠夫来说，依法屠宰猪肉现在都是要讲人道、讲文明的，不能直接用刀子，要先用高压电电猪的头，让猪在0.几秒钟之内就没有痛苦的死去，然后再屠宰。那这种文明姿态只是暂时的，屠夫是要吃肉的。一旦某种威胁超过了一个临界值，杀猪哪里还需要什么文明、什么人道？直接用拖拉机碾压过去，坦克车、机关枪，咔嚓咔嚓，嘎吱嘎吱，不过是分分秒秒钟的事儿。你们现在能意识到，你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么的堪忧了没？我没有乱说啊，你们愿意去听什么小粉红呀、爱国呀，可以去听。环顾一下你的周围，面具人，我也在你的周围，只不过呢，我是通过远隔重洋万里的视频，在你的周围看看我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再看看你的周围，就是和你能接触到的人，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你心里面应该就有一杆秤了，应该就能称出来是什么样的结果了，对不对？为你自己考虑考虑，为你的后代考虑考虑，对不对啊？就像你们看这张截图，我给这个人说的一样啊，无论如何保财保命，先把钱挪出去啊，等这个疫情开放了以后，赶紧肉身出墙，赶紧跑。共产党玩不过他，
玩不起躲得起嘛，对不对？而且呢，我出国了以后，我把我的钱全部带走了以后，我不给共产党奉献一根韭菜，就已经是最大的反共的。你说那些誓死要效忠共产党的、爱国爱到死的那种小粉红、战狼、五毛，他做什么选择是他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当然了，他也可以选择爱国舔共，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付出代价。我就问你们，愿意付出跟那些战狼、五毛、小粉红被收割以后一样的代价吗？你愿意吗？所以说，早做打算吧。面具人，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嘛。你看看我，你再看看你自己，你再看看你周围的人，你再有脑子的人，不用翻墙了，直接在国内看看墙内现在带的风向，墙内的新闻，你自己就应该能有一点恐惧意识了吧，危机意识了吧。如果说你没有，那你和猪又有啥区别呢？对不对？早做打算，赶紧撤吧。如果说大家有转移资产和留学呀、移民呀、理财各方面的需求，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给我发邮件，或者是加我的 LINE 号，咱们单独联系。因为有些事情我并不能在节目上面打广告。还有呢，给我发邮件的、发消息的人啊，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你们的话，那可能就是每天你看我这个给我发消息的人少了70、80个，多了200、300个、300、400个人，这个数量真是我应接不过来啊！我还有新闻要看，我还有这个视频要做，还有这个日常生活我要顾及。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你就多发几遍，我总能看到的啊。那好，我们下期再见哦！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啊！